唐尧秘密于承万发电报，放弃昆明，退守蒙自，割据，说什么一起保存实力？哼，临阵脱逃。丢了整个大陆的蒋校长，竟然还会因为丢了一个小小的昆明而气得睡不着，你敢相信吗？1949年12月16日，卢汉释放了李弥。原以为李弥和他一起签了和平起义的通告后，把他放回去就可以命令第8军停止进攻，没想到是自己的想法太简单了。李弥回去之后，不仅没叫部队停止攻击，还亲自指挥部队向昆明的外围防线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，致使卢汉的北门防线摇摇欲坠，距离失守也只是时间问题。收到北门告急，卢汉赶忙调令西门的部队紧急增援北门，可北门刚顶住，南门机场的防线又被攻破，卢汉不得不下令缩短防线，把最后的预备队派上去支援。此时的卢汉已经到了无兵可用的地步，如果再有防线被攻破，那他也只能带着云南省政府向二野驻扎在贵阳的方向撤退了。危急关头，我军的地下党向卢汉提议，把昆明城内维护治安的军警也作为队伍派往前线参加战斗，城内的治安则由群众自发组织的义勇自卫队来维持，并由地下党负责人杨清田统一领导。卢汉对这种给保卫昆明多增加防御力量的提议，自然是举双手赞成，随后便安排了相关人员给义勇自卫队发放了枪支。与此同时，身在重庆的刘邓也收到了昆明危在旦夕的电报，但此时的二野正联合一野的18兵团包围吃掉胡宗南的40万大军，并没有多少兵力可以抽调。老蒋升任他那个提不上名的小老乡汤尧，任陆军副总司令。这个小老乡呢，就像落在油锅里的大虾，不知死活，硬是要向昆明发起进攻。最多派2个团就够了。是。学三国的张飞，马屁股的后面画一根大树枝，跑起来演成一片，弄得曹操不知有多少人嘛。对对，这个汤尧一挨打准会跑。邓公作为一位卓越睿智的战略家，在兵力如此紧张的情况下，他没有选择硬碰硬，而是抓住了汤尧外强中干、内心恐惧的弱点。他知道这股昆明的国民党残部已是惊弓之鸟，派2个团过去，重要的不是杀伤力，而是击垮敌军最后的心理防线。这种自信来源于长期在战场上同敌人作战，对敌人的心理和自身优势精准的战术把握。而此时的昆明城外，汤尧为激励前线的将士，他对各级军官承诺，只要打进昆明城内，就可以在昆明城烧杀抢掠3天。卢汉为了稳定民心，派龙泽会亲自带队过街巡逻，安抚群众。群众们也清楚外界的情况，个个都神情激动地表示要与昆明城共存亡。敌人要进昆明城，我们要砍刀把他砍出去。谢谢老大娘。与此同时，同在云南的边纵游击队朱家弼部也风风火火地赶来昆明城支援。有了友军的支援以及老百姓的支持后，卢汉反而没那么惊慌了。毕竟打仗打的就是后方，敌人阵亡1人就少1人，打1发子弹就少1发。现在他们有整个昆明城的百姓做后盾，粮弹充足，只需按照制定的计划固守待援即可。跟原滇解放军一道，内外夹击，歼敌与昆明近郊。见久攻不下，汤尧或许又想再玩一次救出李弥的把戏，命令26军疯狂的进攻，打着不救出于承万不停火的旗号。但卢汉已经吸取了释放李弥的教训，中央又规定他没有权利再私自放人，所以他只能命令部队不断收缩防线。鉴于放李弥的教训，于承万不能放。说什么26军是为营救于承万而战，只不过是个骗人的借口。26军内部矛盾日深，绝不会为一个于承万血染颠踬。派个小班长来下手，不过是想探探我军的虚实罢了。但此时的卢汉却有自己的看法，他与于承万同为抗日名将，颇有交情。早些时候，于承万的部队入驻云南时，卢汉敬佩他抗日时期的功绩，对他照顾有加，所以2人来往密切，也就是相互了解的那段时间，让他知道26军内部并不团结。他觉得现在26军以营救于承万而打仗，那如果放了他，那26军是不是就失去了打仗的借口？最后卢汉还是致电请示了刘邓首长，并说明了自己的想法。不曾想刘邓首长竟然同意了。1949年12月19日，卢汉又释放了于承万跟那个倒霉的石补天师长。这次卢汉的豪赌果然没有押错，于承万回去后就命26军停止攻击，并带领队伍撤了下来，还召集了26军团及以上的军官开会准备起义，但最终被拥护老蒋的顽固派给破坏了。
可以说，这一次卢汉的冒险与第一次放李弥有着本质的区别。第一次是盲目相信，这一次是基于对人性的洞察和对局势的判断。他吸取了教训，不再相信空口的承诺，而是开始利用敌人内部巨大的矛盾。卢汉赌的不是于承万的人品，而是赌26军内部军心不齐、人心涣散的士气。26军所谓的营救军长，只是一个强弩之末的进攻借口。一旦借口消失，部队士气就会瞬间瓦解。刘邓首长之所以同意，也是因为看透了国民党军队的凝聚力已经土崩瓦解，大部分官兵想的不是战斗，而是活路。放走一个于承万，很可能瓦解掉一个军，这算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这也为老蒋在后来解散26军埋下了伏笔。因为26军的内部矛盾，让昆明的进攻得到了迟缓。卢汉终于等来了二野的援军。我军从贵阳赶来的部队到达云南的曲靖之后，就将所剩的几门炮搬下车，随便对着第8军跟第26军的背后放了几炮，就将汤瑶惊出一身冷汗。还没来得及侦查我方有多少援兵，就下令全军撤退，一路仓皇逃向蒙自开远一带。喂，前几天我就说过，昆明只要坚持10天，解放军一到，内外夹击，狗日的就没处跑了。哈哈哈！其实啊，还没到10天，刚刚7天，哎，这杂种就要跑了。哈哈哈！谢参谋长，有传达命令，各路部队向敌人进行反击。在重庆的刘邓也收到了昆明解围的电报，为了不至于将汤瑶所部赶到边境线之外，刘邓下令先遣师的2个团原地警戒，不能进入昆明城。等陈赓的4兵团从广西包抄过来，再一举吃掉汤瑶的2个军。昆明危机的解除，让昆明的老百姓张灯结彩，犹如过年。然而相比于昆明的欢天喜地，在台北的某间别墅中，却有人暴跳如雷，夜不能寐。老蒋在得知汤瑶擅自撤离后，恨不得立刻处决掉他，一个劲的让小蒋给汤瑶发电，继续组织进攻。说什么一起保存实力？哼！临阵脱逃，给汤瑶、李密、于承万发电报。老蒋此时的内心充满了挫败感和深深的不甘。他被卢汉背刺，又知道昆明只有几个不成气候的保安旅，自然想一举拿下昆明，出口恶气，顺便保留国军在西南的生命线。但现实是，他的将军们考虑的不再是党国的大业，而是自己的小算盘和身家性命。汤瑶保存实力的电报深深刺痛了他，这等于公开承认他的旨意不再是至高无上的命令，以至于他的愤怒除了是对无法拿下昆明而不甘之外，还有对权力失控的恐惧感。可老蒋不知道的是，不仅汤瑶跑了，连胡宗南也要跑了。1949年12月26日，我第4野战军的第50军由遂宁日夜兼程，迅速赶赴到简阳，会同第2野战军主力发起成都战役，迫使国民党军第18兵团在简阳以西宣布起义。同时，我军的第3、第5两兵团从成都以西发起进攻，全歼了胡宗南所部主力和企图突围的第5兵团。胡宗南所率领的号称40万大军变成了一盘散沙，有的宣布起义，有的投诚，其余的全部被歼灭。胡宗南先是逃往了海南岛，随后又逃往西康收拾残部，成都战役就此胜利结束。